打扰一下，请问我们可以结为道侣吗？女的，可以。让你下山带个对象，你给我带回个合欢宗的妖女。哎，你个臭老道，谁说合欢宗的就一定是妖女了？师尊，您不是说要随缘吗？而他是第一个主动说要跟弟子结为道侣的人，弟子认为他就是弟子要等的有缘人。那你就偏偏要找一个合欢宗的吗？合欢宗天生善媚术，他跟着你图什么？定是要骗你双修，吸干你的修为。师尊，婉离他从未对我使用过媚术，而且他修为如此之低，就算对我用媚术也无用。不是，你们吵归吵，怎么还带人身攻击啊？罢了罢了，一切都是命。记住为师说过的话，一定要注意分寸，莫伤己身。是，你们下去吧。说来离谱，我和林墨尘结为道侣1个月了，连他的手都没摸过。外面都在传我吃得太好，可只有我知道，我什么也没吃到。而且林墨尘这人简直是直男中的战斗机，不管我怎么暗示他都听不懂，他越不理我，我就越起劲儿。后面我实在没辙，给他下了点草药，结果他居然说感觉身体热热的，挥剑都更有力气了，然后直接破门而出，练了一晚上剑法。谁懂啊，整个一情窍不开。难怪是百年难遇的修真天才，我真是搞不懂，这样一个人当初为什么会毫不犹豫地答应跟我结为道侣？当然是因为你长得美啊！男人都是视觉动物，遑论你这种尤物，就算是当个花瓶放在身边，也是赏心悦目的。不是跟你说过了吗？没有我的允许，不准随便读我的心。对不起，习惯了。宗主说看你迟迟没有进展，让我来助你。这布袋中有一个傀儡，你只需将林墨尘一缕头发放置其中，再滴血其上，他便可任由你摆布。这太不讲武德了吧？不过我喜欢。宗主说了，那时他自会助你死遁。师妹，你也不想被炼成药丸吧？我实在是想不通，宗主跟林墨尘八竿子打不着的关系，为什么那么执着于阻碍他修炼进程？这我就不知道了。宗主不说，我哪敢问？好了，不跟你说那么多了，我赶着回去交差呢。祝你顺利哦，小师妹。晚上我坐在房中等待林墨尘授课回来，时值年关，仙门百家都可来剑宗听学，但合欢宗没有被邀请。毕竟众所周知，合欢宗以双修魅惑之术闻名，为正道所不齿。即便我和林墨尘已经结为道侣了，老登依旧反复叮嘱他，不宜与婉仪一同出入，有损清誉。这让我不禁想起了宗主平时提起这些所谓的正道修士时轻蔑的样子。我们合欢宗尊群两情相悦，从不强迫，也不是什么阿猫阿狗都想尝一口的，起码得像林墨尘这样冷峻如孤峰之雪，锋芒似匣中明剑的，才值得我花上一点心思。我正想着下一步计划的时候，林墨尘回来了。你想干什么？哥哥，我只是觉得你辛苦了，想给你梳梳头。不要这样喊我，我不喜欢这个称呼。你要是不知道叫我什么，可以和其他人一样喊我林师兄。哼，还林师兄呢？我呸！可我是你的道侣啊，喊你林师兄，那我与旁人如何区分开来？既要区分，你便和师尊一样，喊我阿晨吧。好啊，阿晨，你快坐，我要给你梳头。为何要梳头？民间婚家本就有互相梳头的习俗啊。你我虽结为道侣，但仪式是一概没有的。我心中有遗憾，总想补足。你不会连这么小的心愿都不满足我吧？我就知道，我想跟你结为侣是钟情于你，你想不想跟我结为道侣是别有目的？你说说吧，你到底有什么目的？是想杀妻正道还是什么？你想多了。
你这是作何？等，快松手！这也是民间信教娶习俗，结发为夫妻，恩爱两不疑。阿晨，我只是想补足这个仪式，你以为我想干什么？林墨尘警惕性很高，我自认不可能趁他睡觉把头发分好，索性等到了次日清早，他又去授课，才一咕噜坐起来。昨天剪头发时，我特意留了个心眼儿，故意将自己那一缕剪得长了些，这会儿只需要把长的挑出，剩下的便全是林墨尘的头发了。一缕红光一闪而逝，傀儡的瞳孔似乎亮了一些。这一晚，林墨尘又在差不多的时间回来。晚上林墨尘回来后，我故意装睡，直到林墨尘彻底睡着后，过来抱我。不是不让碰吗？不是手都不让摸吗？嘿，我就碰，我就摸。吓我一跳。下一步应该干什么？亲我。不是梦，你对我做了什么？师兄不是说这个傀儡是主压箱底的宝贝，绝对能硬控林墨尘3天3夜吗？这才多久，他怎么就醒了？现在好了，我要说什么？我该怎么做？我要不要跪地求饶，或者哭天抢地，再或者装鬼上身？唉，不行，他又不是傻子。算了，都不如直接装晕。我能感觉到林墨尘的视线在我身上盯了很久，似乎要将我盯穿。不知过去多久，林墨尘忽然起摔门而出。之后一连几日，我都没再见过林墨尘。师兄倒是天天用传音符找我。事成否？否。还未成。我给你的傀儡你用了吗？用了。用了还未成。你还好意思说？用到一半他醒了，我都怕他砍死我。不可能！你确定按我说的做了？当然。你确定将他的头发放入傀儡了？等等，可能好像或许放入傀儡的不只有他的头发，还有我的。这么一想，一切似乎都合理了。难怪傀儡跟林墨尘只有8分相像，难怪他那么快就摆脱了操纵。合着傀儡根本没有完全控住他呀！唉，婉离，听师兄一句劝，把傀儡藏好。你可没林墨尘那么大的本事，要是有人知道了傀儡的用法，哪怕功效对你只有2分，也够你受的。此计不成，只能再想办法。3个月的期限悬在头上，被炼丹的命运就在眼前。我想，我还能再抢救一下。只是林墨尘却不愿再与我同住了。他白日授课，夜晚去后山打坐，总之不来找我。不过我这个人向来有主观能动性，山不救我，我自救山。我拿着他给的玉牌，开始日日去听学。稀奇的是，林墨尘居然开始疏远我。当初就算老登说跟我结为道侣会毁他清誉时，他都没有疏远我，这会儿居然疏远我了。他处处回避我眼神，哪怕我故意举手提问，他也全当没看见。几次下来，我彻底忍不住了，趁着散学把他堵在室内。你躲什么？还是为了那晚的事，对不对？我知道我算计你是我不好，可我只是太心悦你，想跟你亲近。你要是这么排斥，当初为什么要跟我结为道侣？哦，我明白了，你想利用我。我就知道你别有目的，你说你的目的到底是什么？我就知道这招对他有用。我已经解释过了，没人想利用你，你不要胡思乱想。那你说你是心甘情愿与我结为道侣吗？是。既然是心甘情愿，我亲近你一下怎么了？除非你别有目的。就算是道侣，一切也得循序渐进吧。好，那你跟我回去住，我重新跟你循序渐进。我可以回去住，不过你不能再轻薄你。是。这好说，我答应了。但答应他的是这一秒的婉离，不是下一秒的婉离。所以我答应了约等于我没答应。
当晚，林墨尘果真回来了。我听着对床熟悉的清浅呼吸，难得有些失眠，掰着手指算算，此时距宗主给我设下的期限只剩1个多月了。可林墨尘依旧像块唐僧肉，看得着吃不着，怎么办啊？难道真的要成药丸了吗？就在这时，师兄又用传音符喊我。宗主嫌你速度太慢了，让我继续助你。你听好了，其实你上次差一点就得手了，也怪我没有提前跟你讲清楚。那头发只能是他一个人的，这次咱俩都绷紧点，争取直接拿下。唉，我倒是想拿下，但林墨尘现在更戒备了。我知道，所以我给你找了个比傀儡更好用的东西。是什么？这东西叫合欢骨，遇血则融。你想办法让林墨尘受伤，然后趁机融进他血里，此后他看万物都会联想到你，那么一切也就水到渠成了。太好了，这次我看你怎么逃过我的手心。婉离，怎么了，阿晨？你果然未睡。我心里想着与你的关系迟迟没有进展，只觉得抓心挠肝，如何还睡得着？这些话是谁教你的？没有人教我，这就是我的心里话。你的意思是你天生会说这种话？师尊说你们合欢宗惯会玩弄人，没有真心全是假意，你觉得呢？你别听他瞎说，这都是因人而异的。你看我对你就是一片赤诚之心。是吗？当然。先前总是你问我，我都没有问过你。婉离，你为何要与我结为道侣？这还用问？你这是干什么？你不是想跟我聊天吗？离那么远怎么聊？我一边铺着被子，一边让他往里去。其实我已经做好了被他扇飞的准备，但没想到林墨尘僵了几秒后，竟真的给我让开了位置。真是太阳打西边出来了。仙门百家哪个不知道你的名字？谁不想摘掉你这朵高岭之花？这就是你说的新月吗？不，新月不是摘花，而是保护花，这点我跟他们不一样，所以我是新月于你，他们只是垂涎于你。此话怎讲？摘花是看哪朵好看摘哪朵，摘了这一朵还有下一朵，可当你对一朵房生出呵护之心后，眼里就没有其他花了，这才是新月。林墨尘轻轻应了一声，也不知听没听进心里。从认识到现在，这还是他第一次与我说这么久的话，聊的还是情感相关。别激动，别激动，我知道你不喜欢被我碰，我没别的意思，也不是想轻薄你。我就是看你最近在教那些修士练剑，实在太辛苦了。那些人表面上崇拜你，要与你切磋，实则个个想将你拉下马踩在脚底，他们才不会对你收着手。快让我看看他们有没有伤到你。林墨尘的手终于顿住了，只是依旧僵得厉害。见他不再反抗，我一咕噜坐起，借着月光细细查看起来。这一看，还真被我发现了一道伤口。一般的剑伤不了我，他那把剑是神剑，伤口才迟迟没有愈合。这简直是困了就有人递枕头啊！伤口，这是伤口哎，崭新的还没愈合的伤口。区区小伤，不必担心。但我哪是担心啊？能，我纯激动好吗？没副作用吧？在我的催促下，师兄次日就将合欢骨送了过来。何谓副作用？就是除了能催化我们俩的关系外，不会给他的身体带来任何损伤吧？后续把骨解了，他的身体还能恢复原样吧？婉离，你都进合欢宗了，还这么有道德干什么？所以到底有没有嘛？没有。行吧，我知道了。我有点没搞懂，他中了蛊后，看万物都会想起我是什么意思？这个嘛，就是睁眼是你，闭眼是你，任何影子都像你绰约的身影，任何声音都像你低吟，风吹过都像你的手抚过。好了，小嘴巴，那就等你好消息了。这次我打算速战速决。恰好林墨尘这2日不用授课，终日在后山练剑。我去寻他，还带了一堆草药纱布。你这是？我来给你包扎伤口。区区小伤，不必如此。对你来说是小伤，对我来说可不是。退1万步来说，
就算你只被草划拉了一下，我也会心疼的。有时我都佩服我自己是怎么想出来这么腻腻歪歪的话的。不过林墨尘依旧没动，我干脆上手去抓他的袖子。好在这次他并没反抗，赶紧把草药涂在他伤口上。一同混入的还有师兄给我的合欢蛊。缠好纱布后，我还顺手给他打了个蝴蝶结。这是什么技法？蝴蝶结是我们老家一种包扎礼物的方法。礼物？你是说礼品吗？快快解开！我是人，并非礼品。你怎么就不是礼物了？你明明就是老天爷送我的礼物。一派胡言！我算是发现了，修炼方面他或许是个天才，但感情方面就是个傻白甜啊！顺利把蛊种下后，我就找个借口离开了。我回到房中，掐着时间算他什么时候会回来。我知道林墨尘一定会回来很早，但没想到他会回来那么早。婉薇，你给我下了什么？什么？你在说什么呢，阿晨？别装了，你在那些草药里加了什么？我什么都没加呀，要不就在那儿放着呢吗？你想加什么，不如自己加。你一定加了东西，我的身体变得很不对劲。有没有可能伤你的那把剑上有毒，直到现在才发作？不可能，那人不至于如此卑鄙。不是，合着就我卑鄙了是吧？真的不是你吗？你说你不对劲，到底是怎么个不对劲法呢？不如你跟我说说，说不定我有办法帮助你。你说啊。我感觉我睁眼闭眼，有声无声皆是你，这太不正常了。这有什么不正常的？我这么漂亮的女修，你看上我简直太正常了。你的意思是，我心悦于你？是啊，心动的降临本来就是猝不及防的，你只需跟随你的心就行。可这种感觉太强烈，太突然了，是这样吗？阿晨，你想对我做什么呢？跟随你的心就行。妖女，你要对本座弟子做什么？速速放开他！师尊，你还知道我是你师尊？你看看你现在狼狈的样子，我让你提防他，让你莫伤己身，你全都忘了吗？弟子不敢。都是你这个妖女！我今天就要将你就地正法！师尊不可，此事与婉离无关，是弟子禁不住诱惑乱了道心，还请您不要迁怒他。逆徒，休要管我！你还嫌自己不够丢人吗？师尊，此事真的与婉离无关。与他无关？你到底知不知道，就是他给你下的蛊，把你作弄成这样？他说他没有。没有？来，当着我的面再说一遍，你到底有没有？你若再敢胡诌一句，我定拔了你的舌头！我是给阿晨下了蛊，眼下行刑师实在不利于我，我只能屈能松的改口。但我只是太想跟他亲近了。退一万步来说，我是他的道侣，我想跟他亲近有什么错？宗主，你年纪大了，你根本不懂我们年轻人在一起有多干柴烈火。还在这胡说八道！您别怪婉瑜，他也说了，他只是太想跟我亲近，才会一时鬼迷心窍，给我下蛊。后续我一定会好好教导他，让他认识到自己的错误。我没听错吧？他竟然如此帮我说话！你这逆徒，故意拖延到此刻才来，就是想看看你能否记住为师的话，莫伤己身，莫伤己身。可如今看来，你简直太让我失望了。既然你如此相信这个妖女，我倒要让你看看
你是如何被他耍得团团转的？不是，这老登居然拦了我所有传音符，他就这么堂而皇之的把我和师兄这么多天的对话全放了出来。我们吐槽，我们算计，我们大笑，我们嘲讽，那些没营养的话跟立体环绕一样，清楚的在日内循环播放。我早跟你说过，他们合欢宗没一个好东西，只会玩弄别人的感情，根本没有真心。你不信，如今跌根子了吧？若不是为师一早便怀疑他、监视他，你如今已经成了他的玩物，多年清修毁于一旦，你知道吗？师尊教训的是，还不快把解药拿出来！阿晨，你敢拦我？弟子不敢。那便让开！师尊，是想杀了挽留吗？若不拿他杀鸡儆猴，合欢宗日后只会更加肆意妄为，拿我剑宗弟子取乐。可是师尊，你还记得弟子为何要与婉仪结为道侣吗？师尊与弟子在意之事尚未完成，弟子修行依旧未有所突破。若现在杀了他，岂不是这么久都在做无用功？今日之事，你吃一堑长一智，万不可再被这妖女迷了心智。阿晨，不必说了。婉离，很快，师兄就发现传声符联系不到我了，他又费劲溜进剑宗与我会面。贼还是他们这些老的贼，我们倒成他瓮中捉的鳖了。师兄，你把自己比作鳖就行了，倒也不用加我一起。你还有心思跟我调笑？那不然呢？你不怕被宗主拿来炼丹了？师兄，宗主真的会拿人来炼丹吗？他是不是用了夸张的手又如此啊？夸张？不，你跟宗主相处的太少了，所以不知道他这个人吧，真的很奇怪。正常的时候挺正常的，不正常的时候真的很不正常。你这不等于没说。我的意思是，他不正常的时候是真的偏执疯魔，什么都干得出来。好吧，这下真要成药源了。我已经连续失败2次了，而且这次与第一次不同，这次我能很明显的感觉到林墨尘的疏远带着前所未有的冰冷情绪，犹如一堵骤然砌起的墙，横亘在我们之间。这种情况，除了继续刷存在感，似乎也没有更好的办法了。我又开始日日去听学，谁懂？没穿越前我只要上早8，现在我居然要上早6。然而早6也没用，林墨尘还是把我当空气。时间久了，旁的修士们也渐渐察觉到不对劲儿，有暗恋林墨琛的女修竟然再次死灰复燃，大张旗鼓地追求他，又是表白，又是送发簪。巧的是，那会儿我正好和一群修士去听学，我们站在门外，清楚地看见了他示爱的全过程。一时间，所有人或怜悯或同情的目光全都投向了我。我已经有道侣了，你不知道吗？有道符也可以解除啊，更何况明眼人都看得出来，林师兄你已经对合欢宗那妖女深恶痛绝了。我相信你跟她结为道侣，一定有你难以言说的苦衷。我不介意，我完全理解你，我会一直等你。都傻站着干什么？进来吧。我走在最后，坐下来时，看见林墨尘将女修送的簪子放在了桌角，心里不知为何有些酸酸的。臭渣男，我们还没离婚呢，你就收别人的定情信物，你让我的脸往哪儿搁？经此一事后，那些曾经看在林墨尘的面子上，对我还算客气的修士们，都觉得他已对我失去兴趣，又渐渐变得肆无忌惮起来。世道真是变了，合欢宗的人也好意思出来听学了？
谁知道他是不是听学？说不定醉翁之意不在斗，是来物色双修对象呢。还物色？一个灵师兄还满足不了他吗？我们是合欢宗，又不是青楼，我们也是正经修炼的。即便双修，也讲究你情我愿。别的不说，你们有林墨禅高吗？有他帅吗？有他强吗？我放着他不要去勾引你们，我是脑壳里长包还是眼瞎啊？岂有此理！你一个妖女还敢嫌弃我们？言语骚扰女修，你们不必再听学，直接滚回各自宗门吧。凭林墨尘的耳力，我刚才夸他的话，他肯定全都听见了。可他一句回复都没有，甚至没看我一眼。王八蛋！我不就对他撒过一些无伤大雅的谎吗？怎么这么小心眼儿？婉幽，你怎么了？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我不小心咬到自己了。不好好听讲就滚出去！哼！只是忽然我又反应过来，我真是飘了。我现在是在攻略林墨尘啊！要是攻略不下来，我马上就要被宗主炼丹了。就这我还敢朝他发脾气？之后我又学着别的女修给林墨尘送礼。这是我亲手做的簪子，你不想要也别糟践我的心意啊！你亲手做的，婉瑶，你以为我没看见你用2个灵石直接从人家头上买走了这只簪子吗？不是，他怎么无处不在？他到底在哪儿偷看我啊？怎么我买个发簪他都知道？那就算簪子不是我做的，灵石总归是我的吧？这怎么就不算我的心意了？好一个心意，婉薇，你嘴里真是没一句真话。我没想骗你，我就是太想跟你和好了，可你一点机会都不给我，我没辙了，才学别人送簪子。我真的尝试自己做了，可我手太笨了，实在做不出来，才出此下策。下次我做不出来也硬做，肯定不拿买的烂鱼充数了。你别生气了好不好？我不是生气。你不生气就好。我确实不生气，我只是对你失望，失望至极。没人喜欢被欺骗，婉薇，你口口声声想跟我和好，却还在用各种花言巧语骗我。你一点也不笨，相反，你很聪明，你太聪明了。那我以后不骗你了，你能跟我和好吗？和好了，然后呢？见我长久沉默，林墨尘似乎一点也不意外，他又淡淡的瞥了我一眼，重新向外走去。不知道为何，我忽然非常心慌，好像我这次不拉住他，就永远不可能拉住他了一样。阿晨，你等等，你总说我骗你，但你就没有骗我吗？你口口声声说跟我结为道侣没有任何目的，但你以为我不知道你想利用我吗？而且我跟师兄在传声府里聊的东西，你不是全听见了吗？那你应该知道，我骗你只是为了活着。我要不这么做，宗主就会拿我炼丹。可你呢？你是天才剑修，没有任何人敢威胁你。我骗你是被动的，你骗我是主动的。在这点上，我情有可原，你才是情无可原。我都没有指责过你，你凭什么指责我呢？说完了。我并非想指责你，只是不知该如何回应你。婉离，你从来只管风乍起，根本不管吹浊一时春水。人非草木，从前我不知道真相，
被你哄得团团转也就罢了，可现在明知你亲近我到底是为何，明知那些情话都是假的，还要让我回应你亲近你，哼，这是否太霸道，太残忍了一点？不是，我们不是在吵架吗？怎么突然感觉像表白了？这种急功近利、别有目的的渡劫方式，显然是行不通的。或许我从一开始就错了，婉离，我们还是解除道侣关系吧。我被赶出剑宗了，林墨尘甚至送都没来送我，直接让几个师妹把我抬了下去。我灰溜溜地滚回了合欢宗，又气又焦虑，每晚都睡不着觉，甚至害怕宗主发现后直接拿我炼丹。我每天都昼伏夜出，活得像个阴暗的老鼠，气杀我也！我想象着林墨尘的样子，对着空气一阵拳打脚踢。嘟嘟囔囔的，骂谁呢？还能有谁啊？林墨尘啊！马上3个月的期限都要到了，他居然直接跟我解除道侣关系了！我这是辛辛苦苦忙半天，一朝回到警方前。何为警方前？我跟你说不明白。你等等，这酒太醉人了，你只能倒出来抿几口。我好惨啊！真的，我正和同学吃着火锅唱着歌，一转眼就传来了这里，还再也回不去了。我好想打游戏啊，好想玩手机啊！何为手机？这好惨，从小就没人疼我，传到这儿还是没人疼我。关键我一妙龄少女，一不小心还成二婚了！何为二婚？我跟你说不明白，但我真的好惨。都怪李墨尘，翻脸跟翻书一样，前脚表白后他就把我赶出来，他凭什么把我赶出来？他不知道我快死了吗？傻师妹，你这是喜欢上他了，不过你可千万别让宗主知道你喜欢上了一个剑宗的人啊！喜欢？不对，我是说过喜欢林墨尘，但那都是逢场作戏，是骗他的。要么说你傻，你连自己的心都读不懂。我问你，你现在最生气的事是什么？死林墨尘把我赶出来，我都求他了，说宗主会把我炼丹，他还是不管我死活。那你最伤心的事是什么？死林墨尘把我赶出来，不管我死活。你看，你最生气、最伤心的事都跟他有关，你所有情绪被他牵动着，这不是喜欢是什么呢？是吗？平时看着你挺机灵的，怎么一遇到事儿反而变迟钝了？你知不知道我现在读你的心思全是林墨尘，林墨尘，林墨尘，简直吵得我脑瓜子疼。真的假的？这不对吧？我喜欢他，他也喜欢我，那我是怎么被他从剑扫地出门的？这我也想知道。你再把那天发生的事跟我讲一遍。好，婉离，你真的没缺根筋吗？人家都暗示你好多遍了，你但凡说一句，你虽然在接近他的目的上有所隐瞒，但说的情话是真的，对他的情意也是真的，他就能说服自己原谅你。你倒好，不该说的时候滔滔不绝，该说的时候又沉默。你一口一个林墨尘情窍不开，我看情窍不开的是你吧？那我现在应该怎么办啊，师兄？快去找他说明白啊！好。不过不出所料的，我吃了个闭门羹。他压根不愿意见我，也不准任何人帮我传话。我在山下守了3天3夜，连他一根头发丝也没见着，心里的那点自信和期待逐渐被打击得无影无踪。再次睁眼时，面前是一片绯色雾雾弥漫的曼陀罗花田。这不是林墨尘讲学时提到过的玲珑塔吗？专为剑宗考核修士们听学效果所用，一共7层，分为7个关卡，分别对应修士必修的心、体、术、智、情、智、道7重境界。而我所在的这层就是第5关情照花海。这可是要命的地方啊！我怎么跑这鬼地方来了？关键是我还动弹不得，
发不出任何声音，只能任凭花粉吹落在我身上，四肢百骸都渐渐泛起热意，这是中毒的征兆。我要是没记错，林墨尘讲学时特地提到过，不可在这一层久站，否则就会脚下生根，成为花田的养料。我不知道自己已在这站立了多久，但很显然，再不想办法逃出去，我就要交代在这儿了。我正乱七八糟想着的时候，眼前景色倏然变化。我瞠目结舌地看着一个个自己出现在花海的每个角落，一个个我或大笑，或娇怨，或小气。婉离，真的是你？你怎么在这儿？你先出去，我没了这个圆球，只有通过全部关卡才能出塔。不过我会尽快的。你出去后要是能动，就赶紧找个地方躲起来，我会去寻你的。看来我注定要留在这儿当花肥了。既如此，我便破了这个塔。要么我们一起出去，要么我陪你死在这里。婉离，我很喜欢你。从吻了你的那晚后，我几乎夜夜梦见你。即便你没有对我用火轰，迟早会有一天，我也会况万物皆是你。我从没想到自己还能从塔里出来。这件事不是你有意设计吧？不是。你要对我说实话，拿这种事情骗我，我应该会恨你的。真的不是。阿晨，莫要胡闹！你多年清修，飞升指日可待，万不可因一个妖女毁于一旦。阿晨，你在听吗？回答我！好吵啊，哥哥。第4天傍晚，不知宗主从哪儿得到了消息，竟直接找来了剑中。我赶紧去见他。到那儿时才发现，臭老登居然也在，而且他和宗主似乎是旧识，正在那儿针锋相对。直到这时我才知晓，宗主竟和这臭老刀有过一段过往。那时候的他，嘴甜的简直能掉下蜜来。见过他们的，谁不感叹一句神仙眷侣？可是后来，没人能想到老登竟趁宗主不备，想要一剑叠裹了他。宗主这才明白，这人之所以对自己好，只是想杀其正道，续他的正道，续他的长生。从那后，宗主就黑化了，创立了合欢宗，玩弄男人，游戏人间。好徒儿干得漂亮，回去就给你夹鸡腿。你这妖女简直欺人太甚！你不是做梦都想飞升吗？如今自己飞升不了，又把希望寄托在徒弟身上，让他练什么童子功，我还偏要碎了你这美梦！气死你，气死你！婉离怎么了？乖徒儿，快过来，离他们这些虚伪的剑师远一点。宗主，哎呀，有什么话回去说，我得好好跟你聊聊。
听说你是以身犯险才得到他，你真是太厉害了，不愧是我的徒弟。婉离，你不是说你对玲珑塔的事毫不知情吗？我确实不知情啊。婉离，还不过来？你可不要告诉我，你真的喜欢上他了。最后这件事，以林墨尘跟我回了合欢宗作为终结。宗主每天都在给他甩脸色，出门更是到处宣扬他找了个剑宗赘婿。看着他那样，我这心里真不是滋味。原本飞升指日可待的剑门首徒，如今却被钉在赘婿2个字上。对不起啊，跟着我让你受委屈了。林墨尘倒是无所谓，很平静地接受了赘婿这个身份。只有老登受不了，跑来劝了数回，想让他回剑宗。虽然你现在不是清白身了，但刻苦修炼还是有机会飞升的。跟为师回去吧。不了，师尊，飞升是您的执念，不是我的。我现在只想陪在婉离身边。你会后悔的。是，我后悔没有早点遇到他。你怎可如此对我？我可是你师父，我教导你多年，你就这样回报我？正是因为我感念您的教导之情，才没有直接将您扫地出门。您先前做的那些不仁不义之事，还有不久前差点置婉离于死地的事，都要我一一明说吗？请你离开。婉离，话说的这么决绝，真的不打算回剑宗啦？不回了，我就喜欢在合欢宗陪着你。万一有一天你腻了，不想跟我待在一起了怎么办？不会有那么一天的。婉离，我好像还没对你说过，从我出生到现在，从没什么想要的东西。师尊让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。我活着好像只有一件事，那就是师尊希望我飞升，所以我得飞升。但遇见你之后，我第一次有了我想干什么这个念头。它是因你而起的，也与你共存。所以，换句话说，我想干什么，就是我想和你一起干什么。我存在，就是我想和你一起存在。阿晨，我们要一直这样在一起，好吗？此后的万载春秋，每一个日落，我都陪你看。好，这可是你说的，不许耍赖。